在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有一个面积并不大的国家，它的人口只有大约660万，国土面积不足9万平方公里。如果只看数字，人们会很容易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小国，但在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这个国家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过它的体量。它既不是北约成员国，也没有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军事联盟。相反，它试图在东西方之间维持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战略平衡。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已经融入北约安全体系的背景下，这种战略选择显得格外特殊。这个国家就是塞尔维亚。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来全面解析塞尔维亚武装力量的真实实力。作为一个奉行军事中立政策的国家，塞尔维亚身处一个日益融入西方政治与军事体系的地区，同时也面临着维护国家主权与构建可信国防能力的压力。上世纪90年代的冲突给塞尔维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之一就是科索沃事实上的独立。2025年3月，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科索沃在蒂纳拉签署的防务合作联合声明，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安全压力，也凸显出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地区所处的相对孤立地位。在缺乏明确外部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塞尔维亚必须维持一支具有可信威慑力的国防力量，以遏制潜在的外部军事风险，并维护国内与地区的稳定。塞尔维亚武装部队主要由陆军以及空军和防空部队2大军种组成，此外还包括河川舰队、宪兵部队以及特种作战部队。由于塞尔维亚是一个内陆国家，因此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海军。不过，该国仍然保留一支河川舰队，主要负责多瑙河水域的安全。武装部队的指挥权归总参谋部所有，总参谋部隶属于国防部。目前，塞尔维亚现役总兵力约2.5万至2.8万人。随着恢复义务兵役制度，塞尔维亚武装部队预计将在2026年进行结构性调整。按照规划，每年将通过约75天的服役周期，新增约2万名应征入伍人员。预计2026年国防开支约为27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塞尔维亚陆军现役兵力约为13200人，编制为4个国土防卫旅以及1个炮兵旅。4个主力旅均由多达10个营级单位组成，其中包括1个指挥营、1个坦克营、2个机械化营、2个步兵营、1个自行火炮营、1个自行多管火箭炮营、1个防空营、1个工兵营以及1个后勤营。塞尔维亚陆军仍保留着较为完整的装甲力量，目前主要装备包括超过200辆 M84 主战坦克。这种坦克是在苏联 T-72 基础上由南斯拉夫自主发展而来的信号。同时，塞尔维亚还获得了一批升级型 T-72MS 主战坦克。在步兵战车方面，塞尔维亚陆军装备约20辆拉扎尔3型轮式步兵战车，以及300余辆 BVP M80 履带式步兵战车。此外，还有大量轮式装甲运兵车在役。在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的炮兵力量依然相当可观。其库存包括诺拉 B5R 和 RS1 康乃馨在内的96门自行榴弹炮，另外约150门牵引火炮，同时还装备包括以色列 HOS 多管火箭炮以及国产 M18奥甘火箭炮在内的92套火箭炮系统。塞尔维亚空军规模并不大，但近年来正在逐步推进现代化升级。目前主要作战飞机包括约14架米格29战斗机、
以及继承自南斯拉夫时期的约20架国产 GRR 攻击机和 G4 超级海鸥教练攻击机。在陆航力量方面，塞尔维亚装备超过15架米35武装直升机、15架 H145M 多用途武装直升机，以及约25架法国邓林武装侦察直升机，同时还有若干米17运输直升机在役。防空能力和无人机技术是近年来塞尔维亚军事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这部分内容将在后续的军事现代化章节中进行更为详细的介绍。在特种部队方面，第72特种作战旅和第63伞兵旅是塞尔维亚军队最主要的精锐力量，两支部队均直接由总参谋长指挥。尽管拥有旅级编制，但目前的实际规模更接近营级单位。第72特种作战旅下辖3个营级单位，包括2个特种作战营、鹰营和施救营，以及1个指挥营。此外，该旅还配备1个后勤连和1个宪兵排，并拥有1支潜水部队。该旅能够执行多种任务，包括非常规战争、直接行动、特种侦察、反恐、反叛乱、信息作战和战斗搜救等任务。第63伞兵旅则是1支现代化程度较高、训练水平突出的空降特种部队，主要负责深入敌后，执行特种侦察、空降作战以及佯攻任务。该旅下辖4个伞兵连、1个战斗搜救连、1个训练连、1个后勤连以及1个指挥连。2025年，塞尔维亚启动了一项新的扩编计划，计划为这2支特种部队增加数百名人员，以进一步增强其精锐作战能力。塞尔维亚军事能力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塞尔维亚从南斯拉夫继承了一定规模的军工基础，但这一工业体系在设计之初并不是为单一国家独立运作而建立的，而是分布在南斯拉夫各加盟共和国之间。随着南斯拉夫解体以及随后的战争，这一原本高度整合的供应链体系被严重破坏，大量军工企业因此倒闭。塞尔维亚也未能完全避免这一冲击。不过近年来，该国已投入大量资源，试图在若干关键领域恢复自主设计和生产能力。目前，塞尔维亚主要的国防企业大多为国有企业，其核心业务包括生产各种口径弹药以及陆基作战平台。除了制造能力以外，塞尔维亚还保留了一定的维修和升级南斯拉夫时代装备的能力。在全球军费支出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塞尔维亚国防工业也从中受益。仅在2023年，该国国防出口额就超过了16亿美元。其长期目标是进入更高价值的国际军贸市场，从而提升塞尔维亚军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主战坦克方面，塞尔维亚保留了超过200辆南斯拉夫时期研制的 M84主战坦克。虽然该坦克由南斯拉夫开发，但其总装线位于今天的克罗地亚，零部件生产也分布在多个加盟共和国，因此塞尔维亚并未完全继承大规模生产主战坦克所需的全部工业能力。不过，这并未阻碍塞尔维亚对 M84坦克进行现代化升级。2027年和2020年，塞尔维亚分别推出了升级版本的 M84AS1 和 M84ASR。这些升级型坦克配备了国产新型爆炸反应装甲，并安装在车体前部、侧面以及炮塔的正面、侧面和顶部。此外，2种型号还装备了遥控武器站、昼夜热成像瞄准系统以及360度全景监控系统。截至2026年，据信已有约26辆 M84ASR 坦克投入使用。目前尚不清楚该升级计划是否会覆盖整个 M84 车队，还是仅限于部分部队。与主战坦克类似，塞尔维亚也保留了一批南斯拉夫时期的 BVP M80 步兵战车。21世纪初以来，塞尔维亚多次尝试对这一平台进行升级，并于2026年推出了 BVP M80 AB1 版本。该版本最显著的改进是增加了附加装甲，使车辆正面能够抵御30毫米炮弹，侧面能够抵御14.5毫米机枪弹。该车还配备了 Yugo Import RCWS-20 遥控炮塔，安装一门哨战 M55型20毫米自动炮。目前，塞尔维亚现役 M80 步兵战车
正在逐步升级至这一版本。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在轮式装甲车辆领域也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拉扎尔系列 8x8 装甲运兵车。自2008年拉扎尔1型项目启动以来，该系列经历了多次升级，最终形成较为成熟的拉扎尔3型。拉扎尔3型已被塞尔维亚军队正式采用，并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出口订单。该车可搭载3名成员和9名步兵，总人座为12人，最大重量为28吨，最高时速可达110公里，能够通过1.6米深的水缸，但并不具备两栖能力。截至2025年，塞尔维亚陆军订购的125辆拉扎尔3型装甲车中，约有80辆已经投入使用。在火炮领域，塞尔维亚同样继承了南斯拉夫时期积累的丰富技术经验。最具代表性的产品之一是155毫米诺拉 B5R 自行榴弹炮。最新型号诺拉 B5R NG 重约40吨，装备一门155毫米 L5R 主炮，并配备自动装弹系统。其自动装填机可携带30发炮弹，车内另储存6发弹药，最大射速可达每分钟4发。目前该型火炮不仅装备塞尔维亚军队，还出口至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以及缅甸等多个国家，总订单量已超过200门。过去10年间，塞尔维亚悄然展开了一项颇为特殊的军事现代化进程，试图构建一支融合多国技术体系的混合型军队。西方战机、中国导弹、以色列无人机技术以及本土指挥网络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事发展模式。这些单项采购项目看似分散，但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更为深层的战略转型，即构建一体化的系统之系统作战体系。其核心理念是通过雷达网络、自动化指挥系统、多层防空系统、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以及电子战与无人机系统的整合，形成一个高度网络化的作战体系。这一体系的目标不仅仅是增加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提升态势感知能力，加快决策速度，并实现侦察系统与作战平台之间的高效协同。在这一背景下，数字化军队的概念逐渐出现。通过将侦察传感器、无人机和雷达系统获取的数据实时传输至指挥网络，从而实现更快速、更精准的战略决策。未来，这一数字化体系可能逐渐下沉至排级甚至更小规模单位，使基层部队能够获得实时战场信息，并与炮兵、无人机、更高层级的指挥机构实现更紧密的协同作战。在空军领域，塞尔维亚的现代化建设体现在新一代战斗机的采购上。2024年8月，塞尔维亚签署合同，采购12架法国达索阵风战斗机，这标志着该国战斗机部队的更新换代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些战机将配备现代化航空电子系统与先进传感器，并能够兼具多种西方武器系统。与此同时，米格29机队仍将继续服役，并通过升级精确制导武器，延长服役期限至2030年代中期。此外，塞尔维亚还将中国 CM400 AKG 超音速空射导弹整合到米格29战斗机平台。这种导弹具有极高速度，可用于打击对时间敏感的目标，例如机动防空系统或移动导弹平台。在防空领域，塞尔维亚正逐步构建多层防空网络，包括红旗 RR、红旗17AE 以及铠甲 S1 等系统，并辅以 CM200 和 CM400 等先进雷达系统，从而形成覆盖不同距离与高度的综合防空体系。近年来，无人机与巡飞弹能力的提升，或许是塞尔维亚军事现代化中最引人关注的部分。除了引进中国彩虹 9R-A 无人机以及翼龙3重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外，塞尔维亚还采购了部分以色列和阿联酋的无人机及巡飞弹系统。与此同时，在中国与以色列的技术支持下，塞尔维亚也在积极发展本土无人机产业，包括佩加斯等国产型号逐步问世。通过这种努力，塞尔维亚的无人机与巡飞弹力量也在逐渐形成规模，使其成为巴尔干半岛除土耳其之外较具实力的无人机力量之一。近期，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在接受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塞
塞尔维亚正在密切关注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之间的不断加强的军事合作。不过，从现实角度来看，尽管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是北约成员国，即使加上科索沃安全部队，其现役兵力规模仍大体与塞尔维亚接近。同时，塞尔维亚在预备役体系和军工能力方面仍然具有一定优势，因此在当前条件下，西巴尔干地区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与此同时，北约在该地区依然拥有重要影响力。美国在科索沃以及罗马尼亚均设有大型军事基地。总体来看，塞尔维亚武装力量仍然是西巴尔干地区最具实力的军队之一，而其持续推进的军事现代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区安全格局中的战略平衡。对于一个人口只有600多万的国家来说，维持这样一支军队并不容易。但在巴尔干半岛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这种军事能力或许正是维持地区战略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未来的巴尔干安全格局中，塞尔维亚仍然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好了，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